各位同学好，我们这个章节要介绍的是 InfluxDB Web UI 资料库工具的安装与资料的汇入。InfluxDB 的话呢 ，Web UI 的介绍。那 Web 的 UI 的话呢，是 InfluxDB 的话提供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管理界面，然后用来监控数据流，来查询它管理的资料库的部分。那以下的话，它有以下的功能，那就是有数据探索的功能啊，仪表板的功能，还有任务，还有报警的功能。那 InfluxDB 的话的 Web UI 的优势跟功能的话呢，那在资料的视觉化观察功能里面的话，提供很多种图表的类型，然后呢有及时更新使用者的探索，然后很快速去分析监控相关的数据，然后也提供了整合界面来建立管理储存桶汇入汇出资料分配的使用者的权限，那并透过资料的检索查询器的部分来产生数据，提升它的数据管理效率，然后呢来适合各类型的场景的应用，然后呢在预警监控的功能里面的话，可以提供自动化，然后呢及时通知动态的监控，然后让使用者的话可以使用条件，然后呢来监测关键的指标，并整合通知工具。那仪表板里面的话，提供了很多种图表类型，还有灵活性制定布局的那个应用的部分，来帮助使用者的话呢，可以在视觉化的部分的时序数据里面快速定位关键的指标，适用在系统监控业务的分析，物联网的那个 IoT 里面的数据监控等场景，提高了决策效率跟营运的能力的部分。然后在任务的功能里面的话，透过脚本设置，还有周期性的自动化操作，用于数据的处理、监控、清理，适用于处理大规模的时序资料部分，提升效率跟准确性。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介绍这样一个 InfluxDB Web 的 UI 的实作。那从安装到资料库的汇入，与上一章 InfluxDB 有所不同，但是呢，实际上安装有两种方式，通常是比较通用的，只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创建同的资料的部分。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有提到 InfluxDB Web UI 的实作。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如何使用 InfluxDB Web UI 汇入之前的水文资料。InfluxDB Web UI 的部分，安装的部分其实已经有在上一章节的时候有示范过了，因为我们要拿到 InfluxDB 的 token 嘛，其实就已经有带大家示范一次如何登录到这个页面当中。那如果大家忘记的话，可以再去看上一章的内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Web UI 建立 buckets 并且存入资料。那这边部分的话，就点选左边这里有一个 buckets 的部分，那我们就新增一个，然后名字的话大家可以随意取，那我这边就取名叫 test。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这边有个 delete data， 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这边选择30天的话，它就是会这个 bucket 只会保留30天，就是如果你超过这个期限，它就会直接做消除了。那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因为有些可能资料只需要保留一段时间，那不用一直留存在这个资料库当中的话，其实它自己消除的话也可以节省一些空间，或是你要保存一些有时效性的资料的话，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做消除。那选择好的话就按 Create。 那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资料的储存。那我们就点新增资料，那记得我们要点这边 CSV Upload 这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存档案的方式都是使用 CSV 档案嘛。
那再来就是我们存 CSV 档案的时候，之前我们有下载过一个 Groundwater 20228，然后 Single Station 点 CSV 那个档案嘛。那其实你如果直接用那个档案去做操作的话，会有问题，因为它 CSV 档案，如果你要使用 Web UI 去做上传的话，它其实有一定的格式储存格式在，就是它的设定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我都很建议大家可以先去，你在上传资料之前，你可以先去点这个连结，然后去看一下里面就是上传资料的格式跟范例。它都有说明，就是你的格式你需要什么，你需要 data type， 那你需要就是这些的名称是什么，然后还有它的分组，它是不是一个组合的，这些资料都必须要填进去，因为它的资料形态会比较严格一点，如果你有一个错的话，它就很容易就是不给你过，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麻烦。那我这边的话，我有重新调整过一个大家可以直接用的档案，就是大家也一样是可以去连结中做下载。那我可以先开启这个档案，就是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做了什么调整。就是我删除了，我把它变得比较简洁，因为其实在原本的原始 CSV 档案之中，大家也可以打开来看，就是有2行，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 tag 的栏位，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删除掉了。然后删除完之后，就是并且新增一些它所需要的项目，像这个 table。然后也有把时间轴改成它需要的形式，就是这个 RFC3339 这个形式，就这一定要修改，因为如果没有修改的话，会造成它那个时间轴是读不到的，那就没办法成功上传。然后它在 value 跟 field， 然后还有 measurement 的储存也是比较严格一点的，就大家可能都要记得去多设置这个栏位。然后这边 data type 的话，就是都要选择它的那个资料类型是怎样的形式做储存的。那大概是这样子，这边就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那看完这个档案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丢上去。看到这个绿色的符号，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上传成功了。那如果上传失败也没关系，因为上传失败的话，它会提供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个档案哪里有问题，然后你可能可以去怎么做修改的建议，那再跟着它的红字去做修改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上传完档案了嘛，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去看一下我们上传完的档案到底长什么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选这个按钮。那照理来说，我们刚刚已经新建了 test 这个新的 bucket 嘛，但是我们点进去之后会发现，这个 bucket 里面居然什么东西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会发生这个原因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已经有使用过 test 这一个 bucket， 然后因为 bucket 的名称是有唯一性的限制，如果你删除了旧的 test bucket 后，虽然名称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它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完全释放旧 bucket 的数据。所以说我2个 bucket 建立同一个名称的 bucket 建立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那它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释放它的数据，那就会导致原本的数据有冲突，那这个时候就会找不到你上传的数据。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后来我有多新增一个 bucket， 那这个 bucket 可以看到它的显示内容都是正常的，所以这边的话就会出现 filter， 然后有 measurement，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需要的一些 tag 去筛选我们想要的水文资料，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点选这个 water label， 然后再点它的站名。然后因为这个站名会有点问题，是因为我们直接传入 CSV 的时候没有做编码的转档。那如果是你直接使用 Python 档去做上传的话，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正常的，因为它在上传过程中有做转码，那就不会有就是乱码的问题。那这部分的话，大家都可以再自己做调整。那我们就点选我们想看的资料，然后已经决定好时间，就可以按送出。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存进去的水文资料。然后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喜好的方式去呈现你的数据，不一定要以折线图的方式去做呈现。像这边的话，如果你的资料有可以使用相对应的就是图片显示的话，那其实都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像这边有很多种选择，什么热图啊，然后长条图之类的，但是这边都不太适用我们的水文数据。那比较可以适用的话，就是这个表格的部分。那你也可以以表格的部分去做时间对应数值的呈现，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客制化的部分。然后这边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去做调整的。然后这边的话 InfastDB 有新增仪表板的功能，你就可以呈现多个资料的来源和同时展现它的数据。那这部分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新增就是我们的名字，就是看你的仪表板这个 cell 想要叫什么名字。然后时间的话一样要去做选择，也要拉到就是我们有时间的，我们这个资料的话储存时间是在2020的8月之间，所以我们要筛选出这个时段去做显示，才不会有太多的空白的地方。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 new， 然后一样是可以去做这个资料的选择。那好的话就按送出，那一样是找到我们刚刚的资料，那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勾勾，把资料定选在这上面。然后目前因为我们只有一种资料嘛，那如果你有存入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包含非常不同种类车站的话，那你就可以筛选出每个车站，比如说你可以筛出就这个车站，然后再放这边的话就可以再新增一个 cell， 然后去放另外一个车站的资料，你就可以再新增一个车站的资料，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同时的呈现，以及去比较它两个车站之间在同一个时间点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再点击就是刚刚 source 就是 bucket 上面这个 source 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在这个 client library 里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非常多不同的语言，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里面这个都是不同语言使用 InfastDB 的教学。然后如果你有对哪个语言比较熟悉的话，或者是你可能想找哪些语言对应的就是 InfastDB 的资料找查，还有一些语法之类的问题，都可以点击这个去做观看。那我们就以 Python 为范例，那点进去之后，你看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教程啊，然后要怎么拿到 token 啊，然后要怎么安装它的 client 啊，其实这个就是在大家回头看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上传 InfastDB 的 Python 档里面其实写了蛮多类似的东西。那这边的话就是会教导一个更详细的方法，就是让你去用 Python 档案去做资料的上传以及下载的部分。那去阅读这里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我们的 Python 档会这样子去做撰写。那大概 InfastDB Web UI 的内容介绍就到这里为止，就大家都可以再去多尝试，因为就目前为止的话，我应该算是介绍了3种方法可以去查询跟上传 InfastDB 的资料。就第一种就是我们直接进到 container 里面，就是直接使用 terminal 去输入 InfastDB 的语言去做查询。第二种就是 Python 的部分，使用 Python 来上传跟下载资料也都是很方便的。第三种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些程式都是很不熟悉的话，那你还是希望有一个就是实体界面让你做资料储存的话，那你就比较适合可以考虑使用 InfastDB Web UI。那以上我的介绍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